很早之前我就制作过关于烘焙曲线，只不过以前的篇幅太长，关注的人并不多。这次尽量用简短的言语去概括如何看待烘焙曲线。在精品咖啡的烘焙领域，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视觉暴政的怪圈。烘焙师们盯着电脑屏幕的时间，远多于盯着豆子的时间。判断一锅豆子好坏的标准，竟然首选是曲线漂不漂亮，而不是好不好喝。这不仅是本末倒置，更是对烘焙物理学的误读。通过表现来分析烘焙曲线的真谛。在数字时代，咖啡师如何进行技能的晋级？文章中的观点很多来源于是一些烘焙大咖们的解释，而我只是适当的做了一下总结。下面用两段文字进行叙述。一、曲线断崖的物理本质。很多咖啡烘焙师一开始非常迷恋烘焙曲线，对于图形，很多人感觉找到了烘焙秘籍，也有很多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这次就是断崖式降温烘焙曲线来切入这个话题。一爆后升温率巨降，长期被视为烘焙瑕疵的铁证。但如果你懂热力学，就会明白这往往是探针的幻觉。当咖啡豆进入一爆，内部发生剧烈的化学与物理变化，瞬间释放出大量水蒸气，温度大约是100到105度。而烘焙机的热电偶探针原本处于190度左右的环境温度中，突然被一股105度的高压水蒸气包裹，探针读数必然瞬间下降，但这不代表豆心的温度在下降，这仅仅是环境湿度改变导致的传感器失温。许多烘焙师看到 ROR 跌落，惊慌失措的猛推瓦斯，后果是探针的温度是拉回来了，曲线变平滑了，但豆子实际上接受了过量的热能，其实是为了修复一个视觉上的假瑕疵，制造了一个味觉上的真瑕疵，如焦苦、烟感、风味扁平。咖啡烘焙曲线只是影子的轮廓，不是实体的真相，千万不要为了服务曲线而牺牲风味。市面上90%的烘焙教学来自于使用菠萝拔、机省等10公斤及以上工业级的烘焙设备。你把烘焙大师们将他们的平滑曲线逻辑套用在你的500克或1公斤机器上，是逻辑错位。大型设备因为拥有巨大的铸铁滚筒和蓄热能力，即便停止加热，其巨大的热惯性也能推着豆子平稳的滑行，所以它们的曲线自然平滑。一旦出现断崖，确实是操作失误。小型烘焙机热惯性极低，风门稍微一动，室温稍微一变，哪怕只是一阵风吹过，烘焙机的曲线都有可能出现波动现象。小型机所展现的烘焙曲线上的毛刺和震荡是物理特性的客观反应。如果你硬要在小型烘焙机上追求如工业机器般丝滑的 ROR 曲线，你往往需要进行极不自然的火力干预。小机型的核心不在于画图，而在于风味捕捉。哪怕一张充满波动的曲线，如果杯测结果干净甜美，那这张曲线就是完美的。在这个数据泛滥的时代，我们必须重申，烘焙不是做平面设计，而是烹饪艺术。在不看曲线的情况下进行杯测，即使这锅豆子 ROR 跌宕起伏，但盲测时你喝到了爆炸的花香和奶油般的触感，那么请你忽略曲线。如果曲线完美的像教科书，但喝起来只有木质味和空洞感，那么这张曲线就是废纸。利用曲线杯测调整，
这对于咖啡品质是最简单而又实用的过程。只看曲线不喝是盲人摸象，只喝不看曲线是碰运气。烘焙曲线它能帮你回放操作过程，告诉你是在哪一段时间操作的方法是错误的。二、烘焙师的自我迭代。烘焙师的进化路径需要摆脱二元对立思维，别再纠结西方理性数据好还是东方感性直觉好。个人觉得学习烘焙的初级阶段需要全盘细化，例如热力学、梅纳德反应、ROR 逻辑等等。没有数据支撑的技能是瞎蒙。高阶学习回归感性，当对数据了如指掌后，要学会忘掉数据，像中式烹饪讲究火候一样，通过豆子的颜色、气味、声音来判断。技能寄生需要真正的领悟，这种意识往往发生在数据迷宫里。当创得头破血流之后，而突然在某次烘焙或烹饪时，打通了热能传递的固化思维。作为普通咖啡师，不要沉迷于烘焙比赛的逻辑。比赛追求的是极致的感官刺激，不计成本，不考虑重复性。商业烘焙追求的是稳定的愉悦感。消费者不关心你的 ROR 是否断崖，也不关心你是一爆后1分30秒出豆还是2分钟出豆，他们只关心这杯咖啡明天喝是不是和今天一样好喝。不要指望免费的碎片化知识能让你成为大师，你支付的高昂学费买的不是秘密参数，而是时间，是导师们用它烘坏了几吨豆子换来的避坑地图。还有自我校正能力是咖啡烘焙师的分水岭。平庸的烘焙师一直在找神仙曲线来抄作业，顶级的烘焙师则通过 Q-Blend、SCA 的 CVA 等训练校正自己的感官，然后自己创造适合当下的曲线。烘焙曲线不是法律条文，它是你与烘焙机对话的心电图。如果心电图稍微波动，但人还活蹦乱跳的健康红润，那就不要为了把心电图修平而给病人打强心针。请记住，咖啡是用来喝的，不是用来给眼睛看的。这期的咖啡烘焙基础知识介绍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，谢谢。